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学小白。今天我来同大家聊一聊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无处不在，我们家的房子需要买活险，出门需要买意外险，我可以给自己买人寿保险，公司需要买商业险。保险公司还能帮你投资理财。我相信每一位都同保险公司打过交道。AIG 保险公司在2007年以前曾经是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成立于1919年，创始人叫做 Cornelius Vanderstar， 他在上海成立了 AIG， 没想到吧 ，AIG 是在中国成立的。为了躲避日本入侵，于1939年搬入美国纽约。1984年在美国交易所上市，公司发展到了全球80个国家。到了2008年的9月18日 ，AIG 爆出没有资金理赔客户的保单，马上会破产。美国美联储主席 Bernanke 紧急开会，决定向 AIG 输入150个亿，购买 AIG 80%的股份。政府出手纾困 AIG， 本来是一家私人公司，经营不善倒闭就是了。为什么政府会出手呢？并且政府还说 AIG 是 too big to fail。美联储说，如果不救 AIG， 会出现全球的其他银行和金融公司的破产。这样就要提到了 Repo Market。Repo Market 是短期的借款市场，只借24到48个小时。我们经常听到美联储说涨利息，涨利息，那个指的是 Federal Funds Rate， 也就是银行间隔夜互相借钱的利率。Repo 利率比美国的 Federal Funds Rate 要低一点，因为它有债券作为抵押，风险更低。Repo 的贷方是 Money Market Funds， 大公司和私人的投资机构，他们有大量的资金，需要购买低风险的国债，以换取高一点的回报。借钱方是美国的各大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比如 BOA、AIG 和桥水基金，他们持有美国国债。当他们需要资金周转时，他们会把债券作为抵押到 Repo 市场中换取美元。比如 AIG 有100块钱的国债，到了 Repo Market 上，Lender 贷方 Vanguard 为了防范风险，只会借给他98块钱，相当于2%的折扣。过了48个小时 ，AIG 要拿回100块钱的债券，付给 Vanguard 98块1， 0.1就是利息收入。我之前的节目有讲过，债券公司分为美国国债、房屋抵押贷款债券、公司债券和海外债券。如果借钱方的抵押证券是评级低的 junk bond 的时候，贷方的风险就会变高。本来可以贷出去98块钱，那么如果它的评级低，它可能只贷出去93块钱。不过 Repo 的利率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国债还是 junk bond。搞清楚了 Repo 的基本原理，我们再来看一下 AIG 是如何在 Repo 市场中进入全球经济的。比如土耳其需要美金，会发行土耳其的国债到本地的央行 A 换取美金。央行 A 找到保险公司说，你持有美国国债，我们能不能把土耳其的国债和你持有的美国国债打包变成一个抵押证券，交给交易行 B， 交易行 B 再把组合好的证券抵押回银行 A，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优质的债券。银行 A 再到美国的 Repo 市场上抵押出去，银行 A 抵押了2次保险公司的美国国债，土耳其的国债就这样子变成了优质的债券，卖了出去，换回来美金。在 Repo 市场中的贷方是不太清楚抵押债券的品质，目前大约有1个兆的资金在 Repo 和 FX Swap 市场中买卖，这个就是全球经济的润滑剂。AIG 在2007年以前做过3个错误的经营策略。第一，成立了 AIG FP， 购买入大量的 junk bond， 比如次级贷款，同优质贷款打包卖到了 Repo 市场。第二， AIG 变成了交易机构，买卖证券叫 dealer， 挣手续费。第三，
AIG 对投资方出售保单，如果债券出现问题 ，AIG 会理赔。当时的投资方都有投保，让 AIG 很挣了一笔。当年的 AIG 扮演了3个角色 ：dealer、borrower 和保险公司。万万没有想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暴跌，屋主不还房贷，贷方持有的债券含有 junk bond 出现了价格下跌，贷方向 AIG 申请理赔。AIG 当时有400个亿保单，其中60亿是次贷证券，而公司账上只有几个亿，没有办法理赔。不赔，贷方公司遍布全球，会出现资金链断，引发全球的金融动荡。AIG 自己本身也买入了很多的 junk bond， 也变成了一文不值。烦死了！美联储只能出手接管 AIG， 注入资金150个亿。经过了5年的调整、重组、裁员，到了2012年，实现了盈利22个亿。美联储把80%的股份卖回给 AIG， 这场风波终于平息。从 AIG 的故事里面，大家是否对全球宏观经济有进一步的了解？至少对 Ripple Market 有一定的了解了。真香！最后，我以沃伦·巴菲特的话收尾：风险来自于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点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